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 ，K 也被我声音吓到了哦。我等一下呢要上楼去参加一个理财的讲座，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加到这种品牌合作的案子里面，所以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兴奋，然后也有一点紧张。这次的讲座是蒂卡跟富兰克林合办的理财投资 workshop。虽然我已经年过40了啦，但说到投资经验，其实我只比投资小白好一点点而已。我买过几只个股，有赚也有赔，但老实说都是靠运气跟直觉啊，也没什么策略这样子。这是抱着吸收知识跟重新学习的心情啊参加活动。其实我是期待蛮多的。那这次活动呢分成前半段的讲座跟后半段的游戏。那讲座呢上半场是由富兰克林证券投顾的 Chris 协理负责的，下半场则是由布鲁老师负责的。整场活动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投资并不是追求刺激和碰运气，而是一场需要高度理性、规律以及耐心的长期旅程。Chris 协理呢一开始就讲了投资成功的3大核心，也就是本金、利率以及时间。只要掌握这3个要素，每个人呢都能估算出自己未来需要多少退休金，以及每个月实际需要投入多少金额。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大多数人呢，往往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项，也就是时间。越早开始你越能让复利呢在背后替你默默的工作。那 Chris 协理呢，还有提到投资市场中常见的2种投资者的性格。A 型人呢，就是所谓的市场下跌就会忍不住停损，然后逢低杀出。那 B 型人呢，就是不理市场的高低跟情绪，反正呢，我就是定期定额投入，持续的做下去。那他以2008金融海啸以及2020 COVID-19 这2段剧烈的行情来做举例。A 型人在这些时间中呢，普遍都是亏 20% 到 30% 的。那 B 型人呢，通常会在3年后转为获利。那进一步以实际的数据来看 B 型人的获利。2020的 COVID-19 呢，在3年后获利普遍落在 6% 到 11% 之间。那2008年的金融海啸3年后呢，则是 3% 到 28% 之间。最高甚至有将近 50%， 很多吧？接着布鲁老师提出一个非常贴近人性，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观察啦。男生呢通常会追求赚得快，所以对于当冲波段这些短线的操作会比较有兴趣。那女生呢比较会追求风险可控以及规律，常常会买完就放着不动，甚至会忘记自己曾经投资过这个产品。其实听到这边我真的忍不住心里笑了一下。我觉得男生好像大部分都是属于 A 型人，女生呢大部分是属于 B 型人。这方面我觉得 Chris 跟布老师他们的观察其实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不过我也在想我到底属于 A 型人还是 B 型人那2位讲师呢都强调定期定额是长期投资最有利的策略之一，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非常少。很多人只在行情好的时候呢才想要定期定额投入，行情差的时候呢就很慌乱，逢低杀出，马上的放弃。这个是人性。那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知道自己能做到的对的事情，然后重复做。布鲁老师提醒如今世界变化很快，有非常多的变数会影响市场，譬如说 AI 然后川普总之平均每1年半到2年就会有一次景气循环所以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请不要怀疑人生，也不用焦虑 ，OK？ 你只要持续投入，一定可以等到市场反转的那一天。那如果你担心市场太高没有买点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崩盘一定会来的，机会很多。那在如何挑选投资项目方面呢，2位讲师们有给出务实的方向。如果你选择要买 ETF 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市值大的。那如果你要选的是基金呢，你可以选择经理人的资历以及成绩比较多的。这2个呢都会帮助你选到更稳定的投资标的。那 Chris 协理呢也分享了基金挑选的4433法则，这个是台大经济系教授所提出的方法，有2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看这个基金的1年、2年、3年、5年以及今年内它的绩效要排行同基金的前1/4。那第二个呢就是6个月跟3个月内绩效要排行同基金的前1/3。这个方法简单好记，又能有效筛选掉绩效不稳定的基金那 Chris 协理呢
又同时提出了子母基金投资法。什么叫子母基金投资法呢？也就是你先用稳健的母基金呢，先累积收益，然后再将这个多的收益啊，投入标的更灵活的子基金里面。那根据2022到2025年的统计，如果投资人只投资母基金的话呢，报酬率大约是 34%。那如果是子母基金同时投资的话，报酬率可以达到 41% 哦，差距有 7% 耶。你看非常明显吧。然后布鲁老师呢，最后还有提醒我们3点。第一个，不要想要靠投资翻身。对，很多的投资大师，他们的本业收入其实都是远大于投资的。一定要先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以及本业的收入。投资只是你的资产累积加速器，不是救命仙丹哦。那第二个啊，任何私讯你的全部都是诈骗，绝对不要上当，没有例外。那第三个，不要试图抓市场的反转点，因为根本就做不到。即便是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也做不到，他们顶多只是可以根据一些比较快的消息或者一些专业的判断，可以稍微去抓到说接下来的市场走向可能是怎么样，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判断，更别说我们这种一般的投资人了。讲座结束后呢，我真的有种理性被重新校正的感觉。投资啊，它不是感情冲动，也不是期待奇迹啊，投资需要的是稳定、纪律以及耐心。能做到这3点，时间会站在你这边的。那讲座结束后呢，就进入到后半段的游戏啦。那游戏呢，有包含个人赛以及团体赛。那个人赛有点像理财盘的桌游啦，我们用扑克牌跟玩具钞票去模拟市场的变动，还有投资人的心理反应。每一组呢会产生一个冠军，也就是最会赚钱的那一位。我们这组的冠军似乎是所有冠军里面最会赚钱的那一个耶。哇，看来我们这一组厉害人蛮多的哦，卧虎藏龙啊。那团体赛呢，就是前半场讲座的内容问答大对决啦。结果啊，我们这组就拿到冠军了。这次冠军还有奖品哦，我拿到一个保温杯。不过老实说，我觉得我的贡献其实不大，全部都是靠队友够给力。我有点惭愧，对不起，我会检讨的。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年轻世代呢，我觉得在理财观念啊，还有金融素养啊，都比我这个上个时代老骨头呢好太多了。我觉得我应该好好跟他们学习才对。这场 workshop 啊，不只有内容有观念，然后呢，还把一些艰深的金融概念啊变得很好玩、很好懂，又很好吸收。像我这种没什么投资概念的老骨头呢，都可以懂，真的是值回票价。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希望未来啊，还能有更多这种有意思，然后又有价值的活动可以参加。毕竟呢，理财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拥有的能力。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下次见喽，拜拜。